停！你手里的黄金可能就是一场骗局的棋子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一个99%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关系到你钱包里的每一分钱。你以为黄金价格是市场决定的，错了。全世界的黄金价格竟然是被2个城市联合操控的，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我即将用铁证如山的事实告诉你们的真相。如果你觉得不可能，请在评论区扣1，我现在就用证据证明给你看。你们知道吗？当你在银行买黄金的时候，当你看着金价一天一个样的时候，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。这双手就是伦敦和纽约，他们联合坐庄，分工明确的让人脊背发凉。伦敦负责现货，纽约负责期货，就像2个赌场老板商量好了怎么分赃一样。等等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在纽约华尔街，如果你真的要去拿实物黄金，同事们会笑话你，觉得你不专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玩的根本就不是真金白银，玩的是纸面游戏。你们想想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你拿到真正的黄金。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离谱了，那你还没看到最狠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更加劲爆的事实，全球黄金期货市场最大的空头和最大的多头竟然是同一个机构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一个机构既做空又做多，这个机构叫贝莱德，他们就像一个人在赌桌上既压大又压小，无论怎么开，庄家永远是赢家。如果你觉得这太疯狂了，请疯狂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真相。但是朋友们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吗？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核心武器，全球标准仓。什么叫全球标准仓？就是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黄金储存仓库，你想要黄金的时候，马上就能在附近找到。美国人就是靠着全球几千个这样的仓库，控制了所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跟着他们的节奏走？因为离开了这套体系，你根本没法玩。等等，我刚才说的这些都还不是最核心的。最核心的是什么？是人类对黄金的信仰。不管科技怎么发展，不管比特币怎么火，人类最深层的货币信仰依然是黄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谁控制了黄金，谁就控制了人类最后的财富避风港。1971年，美国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，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。你以为美国放弃了黄金？大错特错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、更狠毒的控制方式。你们想想，如果黄金不用美元计价，而是用人民币计价会怎样？美元霸权立刻崩塌。所以他们必须牢牢控制黄金的定价权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请双击屏幕，让算法推荐给更多人。现在重点来了，我要告诉你们黄金市场真正的运行逻辑。黄金价格的涨跌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避险需求，而是完全配合美元的全球收割策略。很多人以为黄金和美元是对立的，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真正的底层逻辑是，黄金完全服务于美元的潮涨潮汐循环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2000年到次贷危机，美国向全球投放美元，黄金就配合着涨。索罗斯就是那时候赚翻天的。次贷危机后，美国要回收美元，他们就疯狂砸黄金。这个套路太狠了，先把黄金高价卖给亚洲国家，拿走你们的美元，然后再砸黄金价格，逼着你们用剩下的美元去买美债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完美的收割循环。黄金根本不是美元的对手，而是美元收割全球的工具。如果你现在感到愤怒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但是划重点了，这里我要重点说明一个关键时间节点，从拜登时期开始，特别是2022年以后，这套玩了几十年的游戏第一次出现了致命问题。美元的潮涨潮汐功能彻底失效了，它只能保持强美元，虹吸全球资金，却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向全球投放美元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美国向全球投放美元，
人民币立刻升值，中国的问题立刻解决，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大国博弈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。现在的结果是什么？亚洲国家大量抢购实物、黄金，注意是实物，不是期货。这是什么信号？这是全世界在用行动投票，用实物黄金投票。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解读这些惊人变化。朋友们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，一边是亚洲国家大量囤积实物黄金，一边是美国拼命想要维持控制权。这场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你我未来几十年的财富命运。2020年3月，疫情期间，伦敦的实物黄金运不到纽约，瞬间引发挤兑。2024年底，这种情况又发生了。为什么会挤兑？这里有个关键的机制，当实物黄金和期货黄金之间每盎司差价超过5美元的时候，就会触发挤兑。这个5美元的差价就是整个黄金循环体系的生死线，超过这个线，系统就会崩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套看似完美的体系其实脆弱得很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挑战这套体系。中国在全球建交割仓，俄罗斯疯狂囤金，印度也在行动。他们买的都是实物，不是纸黄金。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，会发生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会发生金融史上最大的地震。现有的黄金循环机制正在崩塌，新的规则正在形成。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有价值，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看到真相。还有更劲爆的，你们知道贝莱德为什么敢同时做空做多吗？因为他们有时候配合白宫，有时候为了自己赚钱，通过这种方式确保黄金市场永远在他们控制之下。这就是典型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。如果这还不算垄断，什么才算垄断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我想问问大家，当你知道了这些真相之后，你还敢随便买黄金吗？还是说你会更加谨慎地研究背后的逻辑？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黄金，不是为了投资，就是为了心里踏实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这个充满欺骗的金融世界里，人们渴望抓住一些真实的东西。但问题是，你抓住的真的是真实的吗？还是又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？朋友们，我今天揭露的这些只是整个金融骗局的冰山一角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惊人真相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为你们揭开这个世界最黑暗的秘密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，当美元体系出现信用问题的时候，黄金就变得易涨难跌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都在用黄金给美元投不信任票。这就是为什么从2022年开始，黄金一直在高位徘徊的真正原因，不是什么避险需求，而是对美元体系的不信任。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，请在评论区扣不信任。我们再来看看更深层的问题。美元之所以能称霸世界，靠的不只是军事力量，更重要的是金融控制。而金融控制的核心就是让全世界相信美元的价值。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这种价值的时候，美元霸权还能维持多久？黄金就是这场博弈的焦点，谁控制了黄金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场控制权的争夺战正在白热化，结果如何？没人能预测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转折点。朋友们，今天的内容信息量巨大，我知道很多人需要时间消化，但是记住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真相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颠覆了你的认知，那就对了，因为真相往往都是颠覆性的。我想问问大家，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是愤怒，是震惊，还是觉得早就应该知道这些？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。记住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而真相就是最大的财富。不要让无知成为你们财富路上的绊脚石。订阅我的频道，
和我一起撕开这个世界虚伪的面纱。下期视频我将为你们揭露更加惊人的秘密，绝对不容错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